吉翁空降地球作战的重要法宝，来自苍穹的天空之眼。机动战士高达设定和剧情解说。第8集，战场是一片荒野。卢梗战术侦察机是吉翁公国将战线扩张至地球后，为了适应在地面环境作战而开发的其中一款辅助作战飞机。该型侦察机的造型从外观上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其整体结构采用的是与常规飞机不同的飞翼布局方式，并且为了让飞行员拥有良好的视野条件，还将驾驶舱这部分隆起，使其像个瞭望塔一样，方便飞行员进行观察外部环境。整个驾驶舱的视野效果极佳，能让飞行员在飞行的过程中详细观察周围视距之内的目标。除此之外，卢梗战术侦察机在机体内部还是有侦察用的副驾驶舱，并配备有红外和听侦器等多种类型的侦察设备，来提升自身在散布米诺夫斯基粒子环境下的搜寻能力。而在机组人员配置方面，卢梗战术侦察机仅设置了2名机组人员，2名机组人员的职责划分跟双座型作战飞机相类似，也就是分成驾驶员和操作员来共同操纵机体。这种协同操纵模式早在喷气式飞机时代就已经发展成熟，所以卢梗战术侦察机能在2名飞行员的协同操纵下，完全可以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去辅助己方部队。尽管在造型上跟过去的飞机相比还是显得比较怪异，但卢梗战术侦察机早在设计阶段就已经通过吉翁的技术部门使用风洞和电脑模拟的验证，因而在大气层中的飞行性能足够满足吉翁使用卢梗战术侦察机执行相关任务的需要。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卢梗战术侦察机上还连接有2个体积比较大的雷达罩，这2个雷达罩跟预警机的雷达罩一样，具备有远程探测、搜索多个目标的能力，可通过连接的可动长支架来切换雷达的对地和对空探测模式。由此可见，卢梗战术侦察机实际上还集成了预警机的功能，可随时将探测信息传输给后方指挥部，来为己方各个单位进行协同作战提供重要帮助。而且机体上还装有摄像机设备，可作为眼镜将前方情况传输给后方指挥部，从而使后方指挥人员能及时观察到前线情况。不过这也让卢梗战术侦察机过于靠前，容易遭到敌方攻击，所以自带有武装，能在遭遇到敌方拦截时用于自卫保全自身。而这其中在机体左右2端位置各安装了1门20毫米口径双管机炮，主要在近距离的范围内用于打击敌方各型作战飞机之类的目标。除了这2门机炮之外，在驾驶舱下方位置还设置有4管导弹发射装置，以此来加强卢梗战术侦察机对目标的打击能力，从而满足在特定作战条件下由卢梗战术侦察机执行针对特定目标进行打击的任务。剩下的在机体腹部这个位置还设置有弹仓，可携带大型航空炸弹对大型目标进行打击，必要时也能更换携带救援等物资，去承担一些非作战类型的任务，甚至还能依靠自身强大的运力作为运输机使用，其运力足够运输1架机动战士进行战场投送。不过由于本身终究不是专门的运输机，所以一般情况都是临时拿来进行短距离的运输使用。现在基于以上这些使用的功能来看，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吉翁的卢梗战术侦察机是具备有多用途能力的，并不完全是单一用途的辅助机型。不过受制于飞翼布局的机动性能限制，卢梗战术侦察机的机动速度比较慢，而且自身也不像机动战士有装甲提供防护，很容易被对手联邦军的作战飞机击毁。基本上卢梗战术侦察机一旦参加战斗，其战场的生存几率会非常低，所以一般情况下要尽可能的主动避免与敌方发生战斗。其他的卢梗战术侦察机还具有垂直起降能力，可在复杂的气候和多种地形条件下进行垂直起降，自身动力所产生的强大推力，可以在野外环境条件下迅速升空。基于这样一个能力，吉翁就可以在地球上广泛部署卢梗战术侦察机，从而方便自身在地面与联邦军展开大规模作战。像卡尔马扎比在追击联邦军的白色基地时，卢梗战术侦察机利用自身强大的情报收集能力，在对白色基地进行跟踪和监视等方面就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就在白色基地即将通过北美科罗拉大峡谷的时候，吉翁突然收到了来自白色基地的联系，该联系的内容是船上部分难民要提前离开白色基地，因而要求双方暂时停战，以便这部分难民离开白色基地。尽管吉翁的卡尔马扎比和夏亚并不打算接受这个请求，但是为了尽可能多的争取对白色基地进攻的准备时间，最终还是同意了白色基地的请求，允许白色基地在约定好的地方放下难民离开。不过由于两边都缺乏互信基础，所以联邦军的白色基地也跟着做了另一手的准备，以便在吉翁借机围攻白色基地时能够制造突破口逃离。
而这个准备便是提前制造运输机受损的假象，以此来掩盖运输机货舱内的高达而不被吉翁发现。虽然在运输机搭载难民飞行的途中，吉翁出于谨慎有提前派遣卢耿战术侦察机进行检查，但是并没有识破联邦军制造运输机受损严重进行迫降的假象，结果误以为联邦军因运输机损毁严重选择了弃机，没有发现到运输机货舱内高达的存在，让联邦军成功将高达部署在了吉翁的包围圈之外。虽然在吉翁向白色基地发起攻击后没多久，夏亚就察觉到了联邦军运输机内部会存在猫腻，只可惜为时已晚，包围圈已被阿姆罗驾驶的高达从后方突破，接着跟凯西汀驾驶的钢加农共同配合下，对吉翁造成了重大打击，并使其选择了撤退，也由此再次成功解除了白色基地被围攻的危机，让吉翁好不容易准备好的围剿作战再一次落了空。值得一提的是，在阿姆罗驾驶高达加入战斗之前，一直监视联邦军运输机的卢耿战术侦察机，在确认驾驶运输机的相关人员返回到了白色基地上后，飞行员突然间选择折返，直接向运输机放下的难民方向飞去。而这名飞行员之所以选择折返，是因为担心其中一位携带子女的妇女难民的安危，特地前来这对母子所在的位置，直接空投了一个救援用的物资供其使用，以便这对母子在路途中有足够的保障。可以说，来自吉翁的这名飞行员非常意外地表现出了人道主义精神，连跟随而来的阿姆罗在看到这一幕后也大吃了一惊。就这样，在确认了对方并不是威胁难民的生命安全后，阿姆罗便放弃了进一步的行动并躲藏起来，以此避免不必要的战斗发生。然而很可惜，他驾驶的高达在不经意间就折射出了太阳光，结果很不幸在被对方捕获到了以后，使得他不得不与这架卢耿战术侦察机展开战斗。但好在阿姆罗及时做出了调整，在对其进行精确瞄准时规避掉了驾驶舱，于是最终击中了卢耿战术侦察机的机翼，使其发生坠落来结束这场战斗，没有让这2名吉翁飞行员就此丧失生命，成功让这场突如其来的事件避免走向悲剧。而除了这场战斗之外，后续还有一场卢耿战术侦察机对白色基地的战斗，而这场战斗负责驾驶卢耿战术侦察机的飞行员是由夏亚和他的属下德伦来共同操纵驾驶，他俩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是相当的优秀，其整个战斗过程不但轻易躲掉了白色基地的防卫火力，还抓住了机会投放航空炸弹，成功命中白色基地，使白色基地由此受到了沉重打击。如此战斗表现可以说完全不比驾驶机动战士逊色，可见卢耿战术侦察机在夏亚高超技术水平的加持下，所发挥出来的战斗性能同样也是十分强大的存在。